好了，既然你们都坐在这儿了，我想我们得达成一个协议。如果你是来这里寻找那种下周能翻10倍的加密货币代码，或者想听我预测下个季度的联邦基准利率是涨还是跌，那你可以关掉视频滚蛋了。我不需要你的关注，更不需要你的钱，那种东西是给傻瓜准备的。而华尔街最擅长的生意，就是把这种裹着糖衣的毒药卖给那些贪婪又懒惰的傻瓜。我今天坐在这儿，是因为我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疯狂。在我这漫长的，甚至有些过分漫长的99年人生里，我目睹过无数次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信念轰然倒塌。哪怕是最坚固的城堡，只要地基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最终都会变成一堆废墟。记得上世纪20年代吗？那时候人们相信股票只涨不跌，协同都在向洛克菲勒推荐股票。记得2007年吗？那时候人们相信全美国的房价永远不会同时下跌。那些穿着昂贵西装的银行家把狗屎一样的次级贷款包装成3A 级的黄金。每一次大众都把某种资产视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而每一次冰山都如期而至。今天我想跟你们谈谈房间里那头最大的大象，那头被所有人刻意忽视甚至涂脂抹粉的大象——美国国债。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严肃的一次警告。现在的市场正在孕育着下一场次贷危机式的系统性风暴。这不是我在散播恐慌，我太老了，没精力搞那些戏剧性的东西。这是基于债务结构、市场行为、人性弱点和历史韵律所做出的冷酷推演。如果你现在还坚信国债是无风险的，那么恭喜你，你正站在悬崖边上。就像当年那些看着次级贷款被评为 AAA 级的人一样，如果你把谎言重复了1000遍，它不会变成真理，但它会变成一种社会共识。而在金融市场上，这种共识通常就是通往地狱的快车道。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把这个巨大的谎言拨开。我们要用解剖刀把那些所谓的现代金融理论切开，看看里面流出来的究竟是血还是脓。第一章疯狂的信念，从房价永不跌到美债永不爆，1.1铁锤人综合症与集体置换。有一句谚语，你们应该听烂了。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像钉子。对于现在的全球金融体系来说，这把铁锤就是美元印钞机，而那个钉子就是所有可能出现的债务危机。人们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幻觉，认为只要拥有美元霸权，只要美联储能从空气中变出钱来，美国政府就永远不可能违约，国债就是绝对安全的。这种信念是如此强大，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彻底扭曲了定价机制，麻痹了风险评估。让我们回溯到2008年，那场灾难的本质是什么？真的是因为某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吗？不，那只是表象，本质源于一个简单信念的普遍崩塌。即美国房产价格永远不会在全国范围内下跌，这就是所谓的基础假设错误。当这个错误的假设成为所有市场参与者，从买房的家庭主妇到华尔街的精算师，再到评级机构的行动基石时，整个系统就开始在脆弱性上疯狂叠加杠杆。现在的剧本简直是一模一样，只是换了演员。哪怕债务规模已经超过35万亿美元，
哪怕每100天的债务增长就抵得上这一代人一辈子的产出，市场依然在狂欢，因为人们相信这次不一样。这世上最昂贵的5个字就是这次不一样。相信我，在金融重力法则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不一样。1.2庞氏骗局的数学本质，让我们用点基本的算术，不需要微积分，那会把问题搞复杂。国债的最终偿付能力本质上依赖于什么？依赖于2件事。第一，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就是税收。第二，持续以合理成本借新还旧的能力。但是过去20年来，债务规模的增长速度已经持续大幅地超过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如果你经营一家杂货铺，你的收入每年增长2%，但你的债务每年增长10%，你会怎么样？你会破产。这不需要你是巴菲特就能算明白。但在宏观经济学里，那些所谓的专家发明了一套复杂的理论，比如现代货币理论 MMT， 是告诉我国将和杂货铺不一样，简直是胡扯。数学规律不会因为你是超级大国就对你网开一面。现在的系统之所以还没崩盘，是因为美联储作为最后买家这个角色，创造了一种需求永不枯竭的坚固假象。再加上全球央行、主权基金、商业银行出于监管要求，比如流动性覆盖率 LCR， 必须持有这些国债。这些刚性购买力完美地掩盖了那个日益恶化的数学问题。这就像是什么？这就像是一个骗子在宴会上不断地把空盘子传给下一个人，只要音乐不停，只要盘子还在传，大家就都假装里面有食物。第2章，有毒的生态比 CDO 更可怕的影子网络 2.1 复杂性是魔鬼的游乐场。如果你读过我的书，你就知道我极其讨厌复杂的东西。复杂的金融产品通常是为了让卖方赚取佣金，而不是为了让买方获利。在次贷危机中，这种有毒的资产叫 CDO 债务担保证券。银行家把垃圾一样的次级贷款分割、打包、重组，哪怕里面全是从来不还钱的酒鬼的房贷，只要切得够碎，就能骗过评级模型。现在在国债市场，一场更为宏大的安全幻觉正在被系统性制造。围绕美国国债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惊人的影子生态。隔夜回购市场利率互换国债期货通胀保值债券衍生品，这个生态的规模和错综复杂的关联性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甚至远超当年的 CDO 市场，而且它的透明度低得令人发指。如果你无法看懂一个金融产品的底层资产，那就不要买它。而在今天的国债衍生品市场，连上帝都看不懂那些互相嵌套的杠杆。2.2 风险的引力转移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每一个参与者都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持有的不是垃圾房贷，而是最安全的美国国债，或者以国债为抵押品。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在次贷危机里，有毒的是边缘资产穷人的房贷，而这一次有毒的不是边缘资产，而是核心抵押品国债。这就好比你建房子，2008年是房顶漏水了，虽然麻烦，但还没那么致命。现在是地基里的钢筋开始腐烂了。当整个全球金融体系都建立在国债绝对安全这个信念之上时，任何对其的轻微动摇，哪怕只是1/1000的怀疑，都可能引发比2008年更剧烈、更直接的
链式坍塌，系统变得如此复杂和互联，以至于当压力真正来临时，没有人能预测爆点会在哪里，也没人知道冲击会以何种路径传导。这与2007年夏天贝尔斯登旗下对冲基金倒塌前的情景在本质上如出一辙。当时大家都觉得那是小事，结果呢，1年后雷曼兄弟就没了。第3章制度性腐败评级机构与盲目信仰皇帝的新衣，我们需要谈谈激励机制。我总是说，给我看激励机制，我就能告诉你结果。在2008年之前，3大评级机构标普、穆迪、惠誉是次贷泡沫的共谋者。他们为什么给垃圾债券 AA 评级？因为是发债的人给他们付钱。如果你不给好评，你就没生意做，就是这么简单。今天情况变了吗？完全没有。虽然美国国债的评级在过去几年被略微调降了，比如标普在2011年的行动，惠誉在2023年的行动，但市场几乎是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无视了这些警告。投资者普遍认为评级机构的行动是政治性的、短视的，或者根本无关紧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神话：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联储不会允许国债违约。储备货币的诅咒，这种将一种资产的安全性与一个抽象、宏大且被认为永恒的制度概念——储备货币地位永久绑定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认知陷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位是永恒的。罗马帝国以为自己是永恒的，大英帝国以为日不落是永恒的。储备货币地位并非上帝赐予美国的礼物，它是历史进程中基于国力、财政纪律、经济活力、法治信誉和全球信任的产物。现在的美国财政纪律在哪里？当财政赤字成为常态，当政治功能失调导致债务上限谈判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俄罗斯轮盘赌，当国家信誉被两党永无止境的边缘政策博弈持续侵蚀时，这个地位的基石就已经开始不可逆转的风化了。这就好比一个富二代还在挥霍祖辈留下的信誉遗产，他觉得自己永远不会破产，因为大家都认他的姓氏。但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对于大型机构或体系大而不倒、基业长青的迷信，是每一次危机前夕最普遍的群体心理，也是危机最具破坏性的助燃剂。回想一下，在次贷危机前夜，谁又曾真的相信拥有158年历史、看似坚如磐石的雷曼兄弟会倒闭呢？当时如果你说雷曼会倒，人们会把你送进疯人院。现在如果你说美债会出大问题，人们也会用同样的眼神看你。第4章流动性的物理学，从空气到冰块相变理论，我想引入一个物理学模型。你们知道水结冰吗？在0.1度的时候，水还是流动的，一切都很正常。一旦温度降到-0.1度，瞬间所有的流动性消失了，变成了坚硬的冰。这就是相变。金融市场也存在相变。当前的美国国债市场被理所当然地描述为全球最深、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市场。没错，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事实。但在极端压力情境下呢，让我们看看2020年3月新冠危机初期发生了什么。那是这头巨兽的一次心肌梗塞。美国国债市场曾出现令人震惊的短暂流动性冻结，居然连最安全、期限最短的国债
也一度找不到买家，收益率剧烈波动。那可是美国国债啊，全世界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在那几天里，只要你想卖，你发现居然没人接盘，最后是美联储不得不亲自下场，宣布无限量购买国债和 MBS， 才勉强恢复了市场功能。结构性脆弱与监管的副作用，这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事故，这是一次预演，它揭示了一个致命的日益恶化的结构性弱点。这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2008年金融危机后，监管机构搞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和巴塞尔协议 II， 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为了让银行更安全，但结果呢？银行和主要交易商持有国债库存，提供做事服务的能力与意愿都受到了限制。以前当市场恐慌抛售时，大银行会充当巨大的减震器，买入资产。现在因为监管限制，银行只能双手一摊，对不起，我也不能买，我的资产负债表满了。所以现在的市场结构变得极度脆弱，流动性从充裕到枯竭的相变可能发生在短短几个交易日内，届时你将亲眼目睹流动性如何从一种理所当然的资产属性瞬间转变为一种千金难买的稀缺资源。而缺乏流动性的安全资产，在危机时刻就是不安全的。想象一下，你住在一个只有一扇门的电影院里，平时这扇门够大家进出，但一旦着火了，恐慌发生，成千上万人都想从这唯一的门挤出去，那会发生什么？踩踏。而这次的踩踏对象将是数以万亿计的美国国债。所有的流动性都是一种晴天时的幻觉，它就像是一个借给你伞的朋友，但在下雨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把伞收回去。在上一部分，我们解剖了那个建立在集体置换上的国债泡沫。现在我们要进入更深层的领域，病理机制、触发扳机以及最重要的解药。如果说第一部分是让你看清悬崖，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教你如何造降落伞。价格信号的失灵，如果你学过一点微观经济学，你就知道价格是市场的信号灯。但在美国国债市场，这个信号灯已经被砸烂了。这源于过去15年美联储实施的一场极其危险的实验，长期人为低利率政策 ZIRP 和量化宽松 QE， 这导致了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或者说一个巨大的谎言。一方面，美国政府的信用风险以债务占 GDP 比率衡量，已达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且仍在攀升。另一方面，其长期借贷成本、长期国债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处于历史低位。市场传递给华盛顿的信息似乎是：嘿，我们不在乎你还得起还不起，我们只相信你永远有能力印出更多的美元。这种扭曲的价格信号反过来激励了政客们持续进行巨额财政赤字。因为融资的代价、利息支出看起来如此低廉，而花钱带来的政治收益、选票却是立竿见影的。索罗斯的反身性与恶性循环，这让我想起了乔治·索罗斯那套反身性理论。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他的所有观点，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反身性循环。低利率鼓励更多借贷，更多借贷削弱了长期的信用基础，最终你需要更高的利率来补偿风险，而更高的利率又让庞大的债务滚续变得不可能。
当利率因结构性通胀不得不上升时，正如我们过去2年所经历的，利息支出本身就会呈指数级增长，它迅速成为预算中最大的单项支出之一，进一步恶化财政前景。这就像是一个瘾君子，刚开始吸毒印钞时感觉很棒，世界很美好，但慢慢的你需要更大的剂量才能维持同样的快感，最后仅仅是为了不因戒断反应而死，你就得吸入致死量的毒品。这是一种集体选择的制度化的财务堕落。任何违反复利规律的行为，最终都会被复利规律所惩罚，而在债务上，复利是你的敌人。第6章多米诺骨牌触发危机的鲁拉帕鲁萨效应，我要引入一个我最喜欢的心理学模型——鲁拉帕鲁萨效应 （Lollapalooza Effect）。它的意思是，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一个爆炸性的非线性结果。这一场国债危机很可能不是由单一事件触发的，而是一系列压力在脆弱系统中的共振。情景1：通胀的持久化与美联储的双重魔鬼困境市场。现在还在幻想通胀是暂时的，愚蠢。如果通胀深植于去全球化、人口结构转变和能源转型这些结构性力量之中，它就会变得极具粘性。这时候，美联储将被迫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双重魔鬼困境：向左走，维持高利率，急剧加重政府利息负担，挤压私人投资，引发深度衰退，税收锐减，赤字爆炸，向右走，降息救市。为了保护国债流动性而过早降息，将重燃通胀预期，彻底摧毁央行几十年的抗通胀信誉。这种前有通胀悬崖，后有债务深渊的局面，本身就会剧烈动摇市场信心。一旦市场开始定价财政主导，即央行沦为财政部的印钞机，对美元价值的重估将是残酷而迅速的。情景2：地缘政治与去美元化的加速乌克兰战争和随后的金融制裁，已经向世界展示了将美元武器化的风险。这正在加速非西方经济体建立独立结算体系的进程。别误会，美元霸权不会一夜崩塌，但哪怕只是部分大宗商品如石油、天然气开始尝试用其他货币结算，这对美元和美债的边际需求也是一种永久性的削弱。需求的缓慢侵蚀在风平浪静时不易察觉，就像溪流侵蚀岩石，但在危机时刻，那缺失的哪怕只有几% 的边际需求，就可能成为压垮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对美元资产需求的峰值可能已经过去，我们正站在一个漫长下坡路的起点，而下坡路上的石头往往滚得比你想象的要快。为什么你的银行账户也不安全？你们可能会问，查理，我不买国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种想法很天真。美国国债不是边缘资产，它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抵押品和定价基准。7.1 全资产类别的无差别重估几乎所有金融资产、公司债、股票、房地产的定价模型，都是以无风险利率即国债收益率为基石的。当地基国债收益率剧烈波动时，上面的大楼股票和房产价格也会随之剧烈摇晃。这意味着传统的股债平衡策略60%/60%组合将彻底失效。7.2 银行与回购市场的冻结全球银行系统持有巨量美国国债，既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也是作为安全储备。一旦国债价格大幅下跌，
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就会出现巨额的未实现损失，这会严重侵蚀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引发信贷紧缩，甚至导致银行倒闭。硅谷银行的倒闭就是这种逻辑的小规模预演。更可怕的是回购市场，这是金融体系的血管，数万亿美元的隔夜回购几乎完全以美国国债为抵押。如果抵押品价值暴跌，就会触发追加保证金 margin call 的连锁反应，导致融资市场冻结。当国债打喷嚏时，整个华尔街都会患上肺炎。而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或者你的养老金正躺在这张病床上。好了，年轻人，正如我之前所说，识别风险不是为了让你囤积罐头躲进地下室，那是懦夫的行为。真正的理性投资者是在风暴来临前构建一艘结构坚固的船。以下是基于我近100年跨周期生存经验提炼出的4个行动原则。原则1，认知重塑，世上已无风险，这是所有行动的前提。你必须在心智上彻底摒弃无风险资产这一陈旧概念。现在的安全不再是寻找一个绝对安全的避风港，而是在不同的风险形式，信用风险、通胀风险、流动性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将一部分资产配置于国债是可以的战术选择，但绝不能是战略全部，也绝不能不带批判性思维。原则2，真正的多元化寻找非相关性，不要仅仅在纸面资产里打转，你需要的是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多元化。实物资产与生产性硬资产，考虑配置一部分资金于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实物资产，比如优质的商业地产、农田、关键基础设施。这些资产提供的是与金融纸面资产截然不同的现金流特征，它们的价值不依赖于美联储的脸色。黄金作为保险，我知道，我以前常说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它不产生利息。但在法定货币信用遭遇严重危机的极端时刻，黄金屡次扮演了最终的价值储藏角色。在你的组合中持有一定比例，例如 3%、-8% 的实物黄金，是对冲全球信用体系崩塌这一尾部风险的廉价保险。记住，是保险，不是为了致富。短久期高信用的企业债，关注那些业务遍布全球、现金流强劲的跨国公司，比如必选消费品巨头发行的短久期债券，他们受单一国家财政风险的影响较小，往往能提供比国债更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原则3，流动性是氧气现金的期权价值。在危机中，现金不再是等待贬值的垃圾，而是维持生命的氧气，更是你捕捉机遇的弹药。保持比你舒适区更高的现金或高流动性短期工具，如3个月以内的国债，这能让你避免在至暗时刻为了应对支出而被迫贱卖核心资产。在金融风暴中，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资产。原则4，回归微观拥有伟大的生意。当宏观体系动摇时，你最可靠的锚点是微观的商业真相。投资于那些具有宽阔经济护城河、由诚实能干的人管理的生意，无论是卖糖果、可乐，还是提供电力。这些企业的终极价值体现在他们持续产生自由现金流的能力上。这股现金流是真金白银，是可以抵御寒冬的炉火。结语：在非理性的世界里保持理性。我的医生总是告诉我，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来自市场波动，
而是来自投资者在压力下的非理性行为。当国债危机的阴影变成现实，当媒体头条充斥着世界末日，当你身边的专家都陷入恐慌时，你的情绪本能就是你最大的敌人。成功的长期投资85%归功于稳定的情绪和钢铁般的纪律，只有15%归功于分析智力。美国国债作为终极无风险资产的叙事，是这个时代最强大但也最危险的叙事之一。它违背了基本的数学原理，而凡是违背数学原理的事物，无论它的外表多么宏大，最终都会崩塌。我不知道那一天具体何时到来，也许很快，也许市场还会继续疯狂几年，但你的任务不是预测风雨，而是建造方舟，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当那由全球信任和流动性幻觉构成的潮水真正退去时，我希望你不仅穿着得体的泳裤，还稳稳地站在你自己精心挑选、结构坚固的甲板上，准备迎接那些被冲上岸的珍宝。这需要超越眼前价格的远见，更需要在此刻，当阳光尚且明媚时，就开始行动的勇气与智慧。